安妮回忆起全家人去参加梅普和杨的婚礼，言语间充满了对爱情婚姻的憧憬。她偷偷告诉梅普，自己对这房子里唯一的男孩皮特有好感，一副情窦初开的样子。但弗兰克夫人非常反对，她觉得安妮这毫无选择的爱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于是请求梅普帮忙说服女儿。梅普被一双橱窗里的红色高跟鞋吸引，驻足观看时，哥哥从背后经过，梅普没有和哥哥打招呼。回到家，她向丈夫抱怨，战争让一切变得面目全非，甚至连青梅竹马的哥哥都不能真心相对了。接着，她开始抱怨丈夫，自从加入抵抗组织就神神秘秘的，什么都闭口不谈。杨向她保证，在战争结束后一定会全盘托出。第二天，他们把房东太太带到乡下，交给一个愿意藏匿犹太人的家庭。正当两人计划着如何利用这独享公寓的时光时，这家女主人请求他们把自己反纳粹的儿子库诺带走，这就意味着独享公寓的愿望再次落空了。安妮开始学着争风吃醋，把姐姐玛格假想成情敌，搞得梅普很无奈。吵够了，两人就围着梅普问他求婚的过程。梅普回忆道，当时不是荷兰人的他被纳粹注销了护照，要求限期内离境，不得不离开的梅普向弗兰克先生寻求帮助。弗兰克先生建议她嫁给身为荷兰人的男朋友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梅普跑到杨干活的农场，找到正在田里施肥的男友，询问杨为何还不向自己求婚。杨被问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解释道自己还没攒够钱买戒指，也没选好求婚地点。梅普一听，直接跨过粪田，告诉杨，哪怕没有戒指，自己也愿意。两个女孩为这浪漫又与众不同的求婚开心不已，而说完的梅普却有些神情落寞。谁知道现在两人之间的信任正在被各种秘密摧毁。杨帮助抵抗组织摸清楚了民政厅大楼的结构，这里正是梅普和杨举办婚礼的地方。抵抗组织为了能够进一步保护那些登记在册的犹太人，决定毁掉民政厅的公民档案。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把整栋楼炸掉。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行动，参与者必须抱着必死之心。鉴于杨的社工身份，组织者不同意他参加。在前往酒吧的路上，杨碰到了德国兵正在侮辱两个犹太教授。杨敢怒不敢言的无奈离开，这使他越发想要参加炸楼的行动。组织认为他缺乏杀人的勇气，但在杨的坚持下，组织不得不给他安排了一次刺杀任务，刺杀一名纳粹军官。杨按时来到地点，站在门口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他鼓起勇气敲开门，举枪射击，却发现枪里并没有子弹。原来这只是一个测试。杨回到酒吧庆祝通过了测试，这一切被同在酒吧里的梅普的哥哥看在眼里。忽然空袭警报响起，杨忽然想起今天正是和梅普的结婚纪念日，自己得回家了。抵抗组织的伙伴依然劝他不要参加，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活着才能救更多的人。此时梅普正在阁楼上等待杨，和弗兰克一家庆祝结婚纪念日。结果没有等来杨，等来的却是轰炸警报，大家纷纷躲避起来。这个结婚纪念庆祝看来是泡汤了。轰炸过后，梅普偷偷在盥洗室抹眼泪。弗兰克先生问他是不是和杨出了问题，梅普说自己只是看到一双漂亮的鞋子，可惜太贵买不起，而且也没有合适的场合穿，话语间透露出浓浓的悲观情绪。弗兰克先生建议他买下来，如果那双鞋能够带来希望和勇气，那么再贵都是值得的。虽然他鼓励着梅普，言语间却充满了对自己家人处境的无奈。是啊，至少梅普还可以试图抓住那些生活中的小确幸，自己和家人已经彻底失去了这样的资格。第二天，哥哥找上门来，他告诉梅普自己在一个抵抗组织的酒吧里见到了杨，所以认定梅普隐瞒的是杨加入抵抗组织的事。梅普承认了。接下来哥哥告诉梅普，当晚抵抗运动会有一个大动作，也许杨也参与其中。这一下就让梅普感到紧张不已。杨下班回到家，见到梅普翻出了那把枪，梅普激动地质问丈夫是否会有生命危险。
杨承认了。梅普瞬间不知所措，他请求杨不要去，他害怕失去爱人。但是杨不顾梅普的反对，义无反顾地决定前往。又担心又失望的梅普来到小阁楼，安妮一见到他就忙着诉说自己的初恋被母亲反对。梅普瞬间把自己压抑的情绪一股脑发泄出来。他告诉安妮，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浪漫完美的爱情，自己和杨的婚姻不过是为了能够留在荷兰的阴谋，而那个看起来浪漫的婚礼下，是怕被发现护照已被吊销的惶恐。所以别相信什么爱情，赶紧结束这个愚蠢的初恋。一番话说的安妮心情晦暗，沮丧地离开。弗兰克夫人赶紧把梅普喊到一边，悄悄说，虽然自己希望梅普帮忙说服安妮不要早恋，但也不能彻底击碎她对爱情的憧憬。梅普意识到自己的失态，直言杨不顾劝阻去参加一个有生命危险的活动。这时外面传来巨大的爆炸声，梅普紧张地夺门而出。当他来到发生爆炸的民政厅大楼前，火光熊熊，有人被德军抓住，并不见杨的踪影。梅普焦虑地掩饰着内心的绝望。第二天，一夜未眠的梅普来到办公室，同事们聊着民政厅爆炸的事儿。他们注意到梅普罕见地迟到了，梅普心不在焉地应付着，然后木然地把食物送到阁楼，没有上楼，转身就走了。下班后，在家里麻木地做着家务事，大家都发现梅普的异常。但他努力地掩饰着自己日渐浓重的绝望。这时，哥哥忽然到访，带他去酒吧询问杨的下落。可惜酒吧里的抵抗组织人员拒绝承认认识杨，哪怕梅普表示自己是杨的妻子的身份都无济于事。正当两人无功而返时，一个抵抗组织成员当众宣读了一份被当局捉拿的嫌疑人名单，里面没有杨的名字。名单宣读完，在场的众人为那些被抓住并被判处死刑的同伴唱起了颂歌，悲伤的情绪感染着梅普。几天后，梅普在桌上发现一个信封，里面的纸条上用德语写了一个地名，正是两人订婚的那块粪田。当梅普匆匆赶到，朝思暮想的丈夫杨果然在那里。原来杨没有去参加这次行动，但由于他在计划名单上，所以她暂时躲避在朋友家，以免出现叛徒供出名单。梅普告诉丈夫，自己再也不会阻止他，以后无论发生什么，自己都会和他一起面对。梅普把自己的洋装和那双红鞋送给了安妮，小姑娘开心极了。这条裙子是梅普很喜欢的一条，3年前她曾经穿着它和丈夫去参加了一场音乐会。那是一场从德国流亡出来的犹太人乐团表演的，只针对犹太人的演出。弗兰克先生向梅普和杨提供了门票。豪华的剧院里上演着门德尔松的小提琴独奏。没想到短短几年，这首曲子只能被嘈杂声淹没在犹太人临时集中转运站里。在这里，人的一生被随意堆放在混乱的仓库中，仓库里拥挤混乱不堪，婴儿被单独养在仓库不远处的育儿室，由专业的护士照顾。那些焦虑的母亲因为思念孩子而冲着管理者大吼大叫，而那些即将被送到集中营的母亲只能忍痛被迫同意让好心人收养自己的孩子。这些被地下组织偷偷救下的孩子将成为孤独的幸运儿，但过程却惊心动魄。护士要在街对面德国军人的众目睽睽中，利用一台刚刚经过的电车把孩子快速地送给车上等待的羊。河边一阵骚动引来了正在街上采购的梅普，一具犹太人的尸体被打捞上来，这让梅普突然开始担心弗兰克一家，忙着就赶到公司，正遇上所有人在办公室里听收音机里的广播。荷兰女王号召大家留下日记，作为对这场战争的记录。这样的语气似乎预示着战争即将结束，大家都很兴奋。安妮则对写日记的事儿非常感兴趣。梅普不得不打断大家的开心，虽然是周六，但一众人堂而皇之的在办公室放着收音机大声喧哗，是件非常危险的事儿。正因为德军在主力战场上开始连连受挫，对后方的控制区的政策就变得更加的暴力。他们突然闯入儿童看守所，宣布看守所关闭，所有人都得马上前往集中营。护士趁乱偷偷放走了一群孩子。刚回到家的梅普碰上了一个带着国家社会主义党徽的陌生男子站在门口，
他是新搬入楼上的邻居，这让梅普紧张不已。在屋里都得小心谨慎。更严重的是，一个专门清查犹太人家产的信托公司派来了2个人，他们毫不客气的就破门而入，对屋子里的犹太房东的物品逐一登记。藏身在这里的库珀机智地在夫妻俩的掩护下逃过了搜查。2个家伙堂而皇之地宣称对犹太房东家产的所有权，表示很快就会回来搬东西，然后离开了。整个中转站的犹太人都被送往集中营，与杨一起抢救孩子的几个犹太人偷偷逃跑，他们找杨寻求庇护。库珀又病倒了，高烧不行，家里乱成了一锅粥。而弗兰克一家还在等着梅普带去食物。当梅普来到阁楼，弗兰克和范佩尔斯先生正在讨论着盟军的进展，孩子们被兴奋的情绪感染着，不断发出声响。而那个曾经勒索弗兰克的家伙又突然造访，并且试图说服梅普一起举报弗兰克的藏身之处，并称可以获得优厚的奖金。他笃定梅普知道弗兰克一家藏在哪儿，甚至连定期送土豆的小贩都在警告他们，门外有几个可疑的人在周围徘徊。似乎土豆商人也知道了这里藏着犹太人。恰恰这时，弗兰克太太失神地闯入办公室，诉说自己有不祥的预感，直到梅普把他耐心地劝回阁楼。这一番混乱让办公室的所有人紧张不已，甚至开始讨论要不要想办法把弗兰克一家送到乡下藏起来。杨在马路上被2个德国兵拦了下来，他们要征收杨的单车。杨争辩了几句，就被连人带车抓走了。但运气很好，一个认识杨的上司的军人偷偷放走了杨。杨赶回家，家里一片混乱，库珀看起来病入膏肓，所有人陷入要不要去医院的争执中。正当大家束手无策时，库珀突然病情好转。但动静吵到了楼上的邻居，杨及时撒谎解围。梅普和丈夫回到屋里，梅普绷了1天的紧张压抑终于爆发了。她认为现在的一切都开始失控，楼上住进了纳粹，家里又被塞进了4个犹太人逃跑者。弗兰克太太精神异常，藏身之处变得非常不安全。这一切状况都让人招架不住。杨坚定地告诉他，现在德军似乎已经到了最后疯狂的阶段，必须要努力救下更多的人。但梅普认为这种大道理不必挂在嘴边，眼前的麻烦不断带来的焦虑并不会因为大道理而有所削弱，争吵无疾而终。第2天清晨，当梅普带着食物和收音机离开家前往公司，杨独自带着犹太护士们离开了住处。刚走到路口，就被一辆军车拦了下来，2个年轻的德国兵把一众人押上了军车，唯独把杨放了。临走时，德国兵和杨意味深长地对视，看来这是一次设计周全的转移行动。梅普提着沉甸甸的2袋东西过马路时，被呼啸而过的德军军官掀翻，东西洒了一地。愤怒的梅普情绪激动地怒骂着，骂声让军官停下车，拿出枪。但当他们回头看到这个歇斯底里的疯女人时，2人忍俊不禁，然后驱车而去。梅普侥幸逃过了一劫。当他来到公司，只见办公室里又摆了一圈椅子，围着桌子中间的收音机。这架势要被人突然闯入，必定会暴露。愤怒的梅普冲上楼，却看到大家兴奋地诉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欢乐的气氛化解了梅普的愤怒。突然造访的土豆商人又给梅普带来了一大袋草莓，这让所有人欣喜若狂。下班后，梅普建议把多余的草莓做成果酱，并表示自己对此得心应手。于是卷起袖子充当大师傅，大家一边做果酱，一边开心地畅想着自由后的生活。弗兰克先生也借机表达对梅普的感激。一切看起来如此充满希望，幸福温馨。
盟军登陆的消息悄悄传遍了整个城市，杨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说自己能感觉到一切正在变得充满希望，这种情绪让整个城市看起来都不同了。梅普还是保持着谨慎，每天规律地送食物、上班。当梅普如同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和大家谈笑风生地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时，一支枪对准了他的头。